印度的那个脏手啊，又伸到比亚迪这儿来了，这真的是啊，饿极了，逮谁都想嗦了2口。能啃动的他就回血，啃不动的就当磨牙了，是吗？不过这次啊，用在已经实施了双线隔离的比亚迪身上，怕是要崩掉2颗牙了。26年7月，印度税务情报局啊，向我们的车企比亚迪开出了一纸6.3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500万的税务罚单。罪名还是老一套啊，指控人家在进口新能源整车和零部件的时候低报货值啊，套用低税率逃避关税。印度本土媒体呢随即跟进造势啊，明显就是要将此案包装成为整治外资逃税的标杆案例，舆论层面一度啊形成了一边倒的这个声讨的态势。然而呢，事件的走向并未如印度官方预期推进，比亚迪回应就一句话：你找错人了啊！印度本次罚单所指向的乘用车进口业务，比亚迪在印度境内既无法人主体，也没有直接的运营团队，所有的进口报关纳税环节均由印度本土第三方啊独立完成。买办也就是说，从法律和国际税收的常设机构红线来看，这批货的进口行为实施主体和纳税义务人清一色的都是印度本地企业，跟比亚迪中国总部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印度税务部门完全是混淆了业务主体边界啊，看着路上跑着的比亚迪的车，就想当然的要把这个手啊伸向深圳的这个总部，结果连个受罚的主体啊都没摸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税务追缴，最终啊因为处罚主体完全错误，沦为了一场国际商业领域的乌龙，脏手啊打在了空气上。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法务胜利啊，在现在西方造不出骗不着只能明抢的阶段，中企出海尤其是必然要面向国际的车企出海，现在的段位啊已经是到了新的境界了。这场闹剧一般的啊罚单背后，其实是我们预判了印度的预判，是印度长期依赖的产业保护逻辑跟中国企业已经进化到 next level 的全球化风控体系之间的一次硬核碰撞。如果说啊义务全款发货，超高的预付款是应对印度市场的 1.0 版本，福建往印度卖鞋先发左脚，付了尾款再发右脚是 2.0 版本。那现在随着我们更大规模的出海加速，吃了这么多次鳖之后，终于进化出来的 3.0 应对策略。印度擅长的就是利用极其模糊的税收规则和极其霸道的追溯性稽查来进行制度性的收割啊。远的有沃达丰被追缴20多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近的有咱们中国的手机厂商啊惨遭资金冻结。22年小米被冻结了差不多48亿人民币啊 ，vivo 的高管被扣留，甚至连大众汽车这种老品牌欧洲贵族啊，在25年都被翻旧账，要追缴12年前的零部件进口税。这真的是啊，国家没钱了，什么旧账都给你算明白了。那印度这种关门打狗的玩法，本质上就是把税务当成了一种不对称的武力杠杆。早在22年左右，比亚迪其实也动过在印度建厂的心思，但是印度当时胃口极大，不仅强制要求合资，还明里暗里要求转让刀片电池这种核心技术。那也就是那次试探呢，让比亚迪敏锐的给印度市场打上了一个高危的标签。既然你图谋不轨，那咱们就换个玩法。现在比亚迪在印度的乘用车业务走的是非常纯粹的轻资产代理模式，交易啊直接采用预付款加人民币跨境结算，货款一把汇入国内的账户，你在印度本地银行的账上找不着一笔比亚迪的营收和利润，在印度街头你也查封不到比亚迪的任何一寸固定资产。那资金链路和实体产业的双重隔离，从根本上抽干了印度政府可以用来强制划扣或者威胁冻结的蓄水池。你要是想罚款，对不起，我在这里就是一个只有产品没有实体的影子。这种前置性的风控降维打击啊，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你爱找谁找谁去。其实呢，换个宏观的角度来看，比亚迪现在在印度的表现能如此从容啊，绝不仅仅是因为法务做得好，真正的底气来源于它已经形成的全球化的布局和庞大的业务基本盘。当你在全球手里握着足够多的牌的时候，你就根本不需要在一个随时会掀桌子的牌局里面死磕。看看这2年的数据就知道啊，中国车企在全球秩序重构中走得有多快。25年比亚迪全球总销量达到了 460.2 万，跻身全球前5，其中海外销量直接突破了104万辆的关口。到了今年，也就是26年的上半年，这个势头非但没有减少啊，反而还在加速，累计海外销量将近79万辆，6月单月的海外占比甚至超过了 43%。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海外市场已经不再是国内产能的倾销地，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利润增长主引擎。更有意思的是利润结构的这个倒挂，比亚迪在海外的单车均价大约是 18.6 万元，比国内高出 50%， 单车净利润能达到 1.8 万啊，是国内的3倍。
这背后的逻辑和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转移的逻辑非常相似。当欧美传统的汽车工业在向新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长期的产能和技术的断层的时候，那现在就是中国车企大杀四方的最佳时刻。高额的海外利润不仅给比亚迪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金流，更赋予了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腾挪的空间。印度的市场说大也大，说小也可以小。为了固化这种优势比亚迪在全球范围内也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物理护城河。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泰国15万辆产能的工厂已经投产，本地化率做到 70%， 直接辐射整个东盟和右舵车的市场。这不是阿努廷又来了吗？可以说有些生意你不做，自然有人做。那巴西工厂在拉美继续稳扎稳打，而欧洲匈牙利的工厂也在今年4季度全面量产配合上自家那支拥有8艘滚装船、超过5万个标准车位运力的自营船队可以说现在在全球的物流网络也初步成型了。有了这套硬核的全球产能和物流体系作为打底，比亚迪就可以非常从容地推行它的分级风控策略。那对于欧洲、日韩这些规则相对透明成熟的市场，那就砸一些重资产那深耕本地化。对于东南亚、中东这些潜力巨大且愿意合作的新兴市场，就用产能输出带动当地的产业链升级。而对于印度这种政策极不稳定、热衷于制度性收割的市场，那就坚持用最保守的纯代理模式，绝不为了眼前几千辆的销量去冒资产被吞并的风险。其实这也是我之前说的别老觉得中企在出海就是吃亏，现在走出去的这批龙头精明强干的很，早学会了用不同维度的供给箱去应对不同地缘政治下的市场，这也是我们去构建自己的全球化必然要迈出的一步。那反观印度呢，这次的脏手无处安放，其实也是它长期产业短视必然走向穷途末路的一个缩影。印度别的事情都很灵活，唯独工业化这个路径它走得很轴，就坚定的认为只要把关税壁垒筑得足够高，只要用税务大棒把外资的利润强行留在国内，就能够倒逼出一个强大的本土产业链。他们针对进口整车的这个综合税率能超过 150%， 连散件组装的关税都在 30% 以上。但纵观全球所有后发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可以扭曲经济要素，但是不可能扭曲经济常识吧。印度向世界学习的时候这个态度主打的就是一个吃苦受累的我都不想学，你就教我有没有一本万利不用使劲的办法。于是就出现了这种高关税没有逼出任何一个像样的印度车企，反而让本土的企业在封闭的温室里越来越弱。曾经占印度新能源市场80%份额的塔塔汽车，到了25年份额直接腰斩。底层的原因就是他们还在拿着燃油车的底盘修修补补，根本没有任何原生电动平台的技术能力。今年6月甚至传出塔塔要跟咱们奇瑞合作，继续开发它的高端电动车，其实也就从侧面宣告了印度封闭式的自主研发的破产。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完成高端制造业的升级，靠的绝对不可能是关税保护和税务敲诈，而是需要完整的产业链配套、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和高效的统一大市场及足够安全的能源基座。这些恰恰都是印度目前最致命的短板，也不是太准确。仔细一看印度身上就没有长板，都是短板。那当他自身不具备承接能力，又拼命的用这种流氓手段驱赶外部成熟的资本时，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引发质的崩塌。全球资本早就开始用脚投票了24年到25财年，印度境外国直接投资暴跌 96.5%， 脚踝斩。到了25年8月，甚至出现了资金净流出。今年上半年，外国投资者更是从印度股市疯狂撤资276亿美元，创下了30年来的最大撤资记录。印度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和市场潜力，正在被他们自己亲手瓦解的信用体系一点一点反噬。这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的全球化博弈的样本。任何一种制度或策略，如果没有了持续利益共赢的基础，那分崩离析也就不远了。印度试图靠着打劫外资来给自家垫桌腿，短期内确实能够拿一点账面上的罚款，但长期来看，他们正在自己亲手拆掉自己融入全球现代化产业链的承重墙。而对于正在步入全球化深水区的中企来说，这就是最真实的战场。核心技术自主权是我们不被任何人拿捏的根本底气，而完善的国别风控体系和风险隔离机制，则是我们能在全球风浪中行稳致远的压舱石。现在回过头来看，比亚迪把印度这6亿罚单变成一张废纸的整个操作，你就会明白，属于中企主导的全球化的新秩序，不是靠别人施舍来的，而是靠不断的博弈和尝试换来的。
企业出海它肯定有风险，并不可能全都一本万利。文泰科技、敬业钢铁、上海电气都是前车之鉴，但是有利的条件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一定是光明的。那我作为新任的比亚迪的车主啊，也积极的为品牌打 call，这样的产品力必然是会行稳致远的。祝大家都好运吧。